大家好，欢迎回到瑞娜的美股频道。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特斯拉。这只股最近可以说是非常热门的明星股了。前半年还在跌跌不休，今年至今一度跌了14%，结果9月份呢，直接打了个翻身仗。截止9月12日的最新交易日，这个股价达到了395.94美元，市值呢也飙升超过了1.2万亿美元。最近2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到了43.8%，相当于增加了约1.1万亿人民币。所以这波上涨从哪来？是短暂的技术反弹呢，还是更大的行情开始？为什么有人说这是趋势反转？我们手里有票的呢，是该拿还是抛？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深度来解析特斯拉的3大核心利好： Optimus 机器人的战略升级，汽车的需求回暖与政策刺激，马斯克的万亿薪酬计划与战略蓝图，再加上其他催化剂，比如 FSD 和能源业务，我们来分析未来的走势，甚至来聊一下，如果2023年依旧持有多少股的话，能实现财富自由。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马上进入正题。我们先从股价的趋势入手。为什么说这波上涨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技术面上来看，特斯拉已经从3月触及的年内低点约222美元反弹，上周呢收盘价站稳在了350美元以上，甚至直接冲到了395.94美元，打破了此前数月的震荡区间。本月至今的涨幅呢已经超过了10个点。单周呢涨超过了9个点，日收盘价在346到351美元之间波动，支撑位呢是逐渐稳固的一个形态。其中这个技术分析中我们有几个关键点，它第一，突破了360美元的心理和技术关口，这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周线级别出现了中期趋势的反转信号，叠加成交量放大，比如9月11日跳涨，就因为非汽车业务的好消息，推动了相对强弱线向上。那么有分析师指出如果股价能实现在稳定367美元以上，上涨的动能会进一步强化，可能冲击400美元甚至更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过去，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多次在360美元附近遭到阻力，每次未能突破呢，都会削弱这个市场的信心。如果突破失败，那么可能会回落至320美元，甚至是300美元的支撑位。所以，投资者要重点关注350到367美元这个关键的区间，这也是确认上涨趋势的一个试金石。从我的经验来看，这波反弹呢，不只是靠技术，还得益于这个基本面的改善。咱们接下来看一看它的3大利好。第一个，它的核心利好就是 Optimus 机器人的战略升级。推动特斯拉上涨的最大动力可能不是大家熟悉的汽车，而是机器人。家人们，你们猜猜，马斯克自己说了，未来特斯拉约80%的长期价值将来自 Optimus 的机器人项目。在官方发布的宏图计划第4篇章中，公司也有明确表示将全面转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这也不是空谈。那么为什么市场会这么兴奋，会去买单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技术突破。这个 Optimus 更3的手指有22个自由度，接近人类的27个自由度，能够接住飞来的网球，还有操作精密的零件，甚至能够通过触觉分辨桃子和石头。最近的黄金版本呢，其实是 2.5 还不是3。马斯克澄清了一下 V3 的设计还没有公开，但是已经整合了 XAI 的 Gok AI， 能够用语音命令操作。虽然演示中还是有点慢，但这也标志着物理 AI 的 ChatGPT 时刻要来了。其实它更关键的是它的生态整合。摩根士丹利指出，特斯拉与马斯克的其他企业形成了 Muskonomy。XAI 数据中心训练机器人 Starlink 为自动驾驶提供服务。 Optimus 呢可能与 Neuralink 脑机接口结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也认为，物理 AI 将改变50万亿美元的制造业和物流业。人形机器人呢市场潜力达到了数万亿美元。那么它的生产计划呢？马斯克计划在25年底在工厂部署 Optimus， 在26年呢开始对外销售。高体积的生产目标到30年实现100万台每年，每台成本呢控制在 20K 到 30K 美元。目标也不只是工厂的流水线，未来进家庭护理领域，甚至陪宠物互动。想象一下，如果你以后家里有一个全能的机器人管家，那么这市场得多大？
当然，目前机器人的业务还没有产生实质的收入，估值呢是更多的基于预期。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步棋是走对了。上个月的机构消息一出，我就大仓位的入了特斯拉，现在看回报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股价能够连破阻力位。当然，虽然机器人是未来的王牌，但短期助推股价的还是汽车基本面的改善。近期呢，它的积极信号也不少。特斯拉 Model Y/L 和超长续航版的 Model 3在中国进行了首批交付。那么10月的产能呢已经售罄，新订单要等到11月提车。这说明需求根本没有断档，尽管面临竞争，品牌力和产品更新却依然保持着吸引力。当然，这个政策利好也是一个关键。符合条件的车型能够享受$7500的联邦税收抵免，但只到9月30日。这对消费者来说肯定是真金白银的优惠，也让市场对 Q4 的交付量更有了信息。不过，还是有一些挑战存在的。根据 Cox Automotive 数据，美国市场的份额8月下至 38%， 自2017年呢首次低于 40%。全球的电动车竞争加剧，中国等市场呢为了维持份额去选择了降价。那么25年呢收益也预计下滑近 30%。整体来看，这波需求回暖是短期的助推器，但结合机器人形成了双轮驱动的这么一个现象。第三个利好就是这个震惊市场的万亿薪酬计划。董事会向马斯克提出了约1万亿美元的协议，潜在授予423.700万股，旨在激励他公司领导10年。虽然董事会的主席在后面的采访说这有点怪，但这也是美国史上最大的高管包。当然，它的门槛也是比较高的，是市值需要达到并且维持在2万亿美元。当前呢是1.3万亿，最终目标是8.5万亿。预计交付2000万辆车，1000万个 FSD 订阅，100万台 Optimus 或者是 Robotaxi。最重要的是包含着继任计划。那么为什么这一块我们也备了短期应急和长期接班来保持它这个战略稳定？这也不仅是机理到 AI， 还有未来的路线图。这波行情中，薪酬的消息一出，也推升了市场的信息。除了这3大利好，还有几项催化剂，比如 FSD 进展。马斯克呢说年底将表现出类似意识的行为。Robotaxi 呢也已经获得了内华达的测试许可，26年呢在美国部署2000辆，覆盖5到10个城市。还有就是能源业务 ，Megapack 3和 Megablock 是游戏的改变者。宏观呢，美联储的9月可能会降息25个基点，利好科技股，短期的空头挤压也将推升股价。今年到年底，特斯拉还有一些未发布的潜在利好消息，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消息呢是来源于特斯拉的官方渠道和马斯克的公开言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面，为什么我说它能涨到500？根据周线的走势，这波特斯拉呢是要去测试前高的，但这么多公司本身的利好，并且还在叠加降息的情况下，只到前高488怎么可能会停？所以股价至少要到500。目前的话，特斯拉并没有公开 FSD 的付费用户量，但是根据其高管透露 ，FSD 的选账率仅为10%几，距离1000万量级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其实特斯拉有的时候它这个股价波动呢，往往并不是看它这个基本面的估值框架，很多都由这个市场情绪或者是资金动向以及题材的预期主导。所以我们去投资的时候也要非常关注它的资金流向和技术形态的变化，同时我们要警惕短期的情绪过热带来的波动风险。反正饼我已经先吃下了，就看马斯克如何把画的饼给实现了。后续我也将持续跟踪，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最新的消息。最近有看到博主在聊，需要持有多少股特斯拉才能够在30年实现财富自由？我来总结一下他的观点和估算逻辑。假设30年的特斯拉股价达到了1700美元，那么在生活中呢，美国按每月5000美元的生活费大概需要835股。中国的话，按照自己的比例计算生活费，那么达到1700美元的核心逻辑是有什么呢？首先就是 Robotaxi 和 FSD 的商业化，这也是假设40%的利润来自于高毛利的软件收入。再就是能源与服务占比提升，共建15%的利润，那么提高整体的获利率。再就是管理层的目标，
马斯克的薪酬方案里边设定6到8兆美元市值，与300到400亿贝塔作为目标，也是一个参考的区间。还有就是用估值选择保守版 ，ARK 呢是预估了2600美元，那么本模型呢只取了1700美元。还有就是模型假设毛利率30%到35%，前提还是 Robotaxi 和 FSD 以及能源都能够顺利的落地。用现实去做对照呢，过去5年的特斯拉 EBITDA margin 是在13%到22%，24年呢年仅13%。所以如果有25%的话，那么合理股价约为1200到1300美元，需要多准备30%到40%的股数。如果只有20%的话，那么股价可能会低于1000美元，需要500股以上才能够达到同样的退休目标。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 Robotaxi FSD 并没有实现大规模，那么获利率呢可能卡在25%以下。再就是电动车的价格竞争继续，毛利率也可能会继续下探。总而言之，大家做好多攒股的准备吧。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小伙伴们有觉得不错，欢迎来到分析群跟我们一起玩耍，祝大家美股发财。